Hello，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今天已经6月2号了，现在是6月2号的晚上。然后，距离中考和距离高考还有4天的时间，然后距离中考也还有20多天。即将参加考试的你们肯定就是准备的很辛苦，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个机会，给即将参加考试的大家，我们不管是参加高考还是参加中考的我们的饲养员们，然后录一个视频，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给你们缓解一下压力。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到你们。关于高考，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这个当中你复习的是否好，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面对他的心态，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高考，而且这个事情是可能从小耳濡目染，就是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其实我经历完高考以后，我觉得希望他们能以最平常心的这个心态去面对高考，因为我觉得高考难不在你考试的那一天，难在你为其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困难的。嗯，你的学业很难去攻克，甚至可能遇到瓶颈很难去突破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努力的过程一定是最难坚持的，所以现在的你既然都已经坚持到这儿了，你就已经是最棒的了。所以我觉得这在考试的前几天也不用说太紧张，或者说我太焦虑，我没有复习好，我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前面怎么1模2模没有考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就要拿出你最好的心态去迎接和去面对它，这样才是最对自己负责的。所以总而言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以一个最平常的心态去面对高考。其实它没有那么难，你都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了，对吧？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也知道；它会考什么样的题，这些你都做过，所以千万不要紧张，也不要担心自己。如果你越发的紧张，你可能会到时候发挥的越不好。在将来不仅仅是考试，可能将来你要面临很多东西的时候，你都会紧张。但是我觉得面对紧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就想，它终归是要来的，它终归是要需要你去经历的，那何不去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就是你，我是觉得，我既然一定要上台，那我就在台上面进行享受每一刻，我去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发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上面，不要集中在我现在在参加高考这个考试我考不好了就怎么样了。不要讲，就是如果就是这其实是我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不会组织语言啊，就是可能在胡说八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希望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场考试它不能，就是你考得好与坏，它都不能去决定你将来的人生。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呃，老师会经常这么说，让大家觉得你一定要复习好。其实如果现在如果是我是那个教大家的老师的话，我也会这么说，因为我希望大家去重视，希望大家去以更认真的状态去面对它，因为只有你考了好的成绩，对于你将来可能会有呃更大的帮助，会能够帮助你走更好的路，但是它不一定，或者说它不绝对的能够改变你的人生，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考不好了，你这辈子就完了，或者怎么样，你不要这样子想。但是就是虽然我不提倡大家这样想，但是还是要以一个最认真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因为
我不希望大家太因为这个而去紧张，去影响自己的发挥。再来就是说，嗯，分享一些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高考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去考试的时候也是很怎么说呢，嗯，那天就是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离奇的事情，但是我中考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请大家也引以为戒啊，不要去学习。我中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考的最后一科好像是英语吧，然后我考英语的时候呢，我嚼了一个泡泡糖，就嚼了一个泡泡糖，然后我就因为我可能想让自己的大脑清醒，因为它有薄荷嘛，然后就让自己清醒一下，我就嚼这个泡泡糖，结果我就一直在嚼，然后我考试铃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把它吐掉，然后就考试的时候也一直在嚼，我发现那个泡泡糖化了，就是它在我的嘴里面化掉了，你知道吗？它就是它变成那种汤汤水水的，在我这个嘴里面就化着了，我就很难受，我又不敢咽，就是我感觉这个东西有就是物质有毒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泡泡糖不能咽，然后尤其是它化成水那更不能咽，所以我不敢咽了，然后我就一直在这里，然后我的唾液就开始一直堆积，然后你看我一开始考英语的时候嘴是这样，包括考完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就口水在里面。就很难受。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件事情特别影响我当时的发挥，所以当时呃中考也有提前交卷的这个机制吧，好像都有，就是有这个到时间你可以去交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好像是提前交卷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走得很快，我不记得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我就去答完以后我检查了几遍，然后就交卷了，然后直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冲出大学，就冲出这个我们初中的那个大门的，就看好多的家长在门外就守候呀，就那个时候啊，就出去直接我就啪就吐了，就直接把那个就是吐掉了，就是很难，因为我手里是纸，那个纸又包不住那个口水，你知道吗？就很不讲了，越讲越恶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做哈，就是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去做其他的事情去影响自己，然后去发挥。那其实大概呢就是需要大概心态这一块就跟大家就说这么多，然后其余还想跟大家嘱咐的一些就是关于考试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不管你参加的是中考还是高考，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然后按照我的经验呢，我是希望大家首先在考试的前一天，你需要用的这个笔，还有什么橡皮、什么这个涂卡笔都准备好了，千万就准备好了，还有你的需要使用的证件。然后就可能你需要就是比如说考语文，你要那个小古诗、那个小绿本啊，还有什么的都打好了。然后就准备那个考的那个袋子啊，还有准考证啊，千万不要忘记带准考证还有证件。我就记得，我们这是我们考试之前就是班主任一直在强调的事情，但不过还是我就发现谁会这么傻呀？就是考试连准考证都不带，但不过真的会有人不带，我真的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啊。然后你的证件带好，你的准考证带好，你的笔、文具需要用到的所有的这个涂卡笔啊什么都带好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呃对，其余的其实都还好。那一天呢，如果家里就是也兴，就是你们家也兴那种，就是什么你要穿什么那个叫啥？什么就是什么各种颜色的，就是有那种寓意的那种衣服啊，什么裤子、什么鞋，它有什么寓意啊？这种穿什么哪个颜色的裤子是怎么讲？什么一定能赢还是什么？反正我也忘了，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就是学校里人的这种迷信，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啊，那天就是穿着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衣服就好，是也别穿的那种花枝招展，然后
也不知道是去考试还是去干嘛了。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吃好，就是你在切记在考试的前一天不要去吃一些什么，就是你平时吃完以后会拉肚子的东西。比如什么你吃完这个雪糕啊什么之类，你就肚子痛了什么这种，就是当天都不要吃了啊，就是也别吃了。然后最好呢就是考试的那一天呢带着点什么巧克力啥的，万一你要是低血糖，然后能够去补充一下。有的人可能会紧张啊，然后低血糖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记住考试的那一天一定要吃早餐一定要吃早餐，保证你就是身体的这个是能够扛得住的。虽然我们是考试，但不过就是精神也会有压力嘛。保证你的注意力集中。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或者是没有睡醒的话，就容易记忆力不集中，这个很不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不要吃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免得就是考试去上厕所。上次考试的时候上厕所，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还得有人去跟着你，还得是怎么地，就很麻烦。然后人家又怀疑你是在打小抄还是怎么地了，就很麻烦。然后还有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审好题，看清楚这个题说的是什么，然后再去答。别这个上面说的是啥你下面答案不正确的是哪一个，然后不是你选个正确的。就是这种就是小陷阱什么的都注意一下。语文呢，古诗词背好好背这2天，再复习。英语呢，再背单词，再做几个完形和阅读，练手，练这个语感就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总感觉吧，就是有些东西也不会，但是就是感觉这读起来好像有点顺，然后就选这个了。但大家不要参考这个，就是不正确的。根据老师教你的这个知识是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去答，就是看仔细了。然后就是其他的数学呀，什么理综文综背好公式。我这个文综再好好看看那些知识点，在这2天再翻一翻。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考得很好的。我们饲养员没有不努力的，对吧？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都非常非常认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也已经考试完好多年了，所以我也记不太清楚可能太多细节，但是你们肯定清楚，你们知道老师平时跟你们就是说一些注重的点是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大家都想着一点多想一想，这2天再多看一看。然后再来呢，就是考完试以后千万不要对答案千万不要跑去跟人家对你刚才那个题选的是什么呀？我刚才那个题选的是什么你跟我选的不一样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你就做这种事情，然后就很影响你接下来考试的心态。就他选的也是 B 他选的也是 B，我怎么选的是 A 呢？怎么？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很影响心态。就是你接下来可能会这个一个选择题我就丢了12分，还是怎么样，很难受的。就是考完试不要去对答案然后考完一科以后呢，就是好好的就放松一下，活动一下，上个厕所，然后把下一科的知识再看一看，再准备一下，然后活动这个筋骨，要不然你就一直在那边坐着也很累也很辛苦，对吧？再来就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考试的时候这个答题卡一定要涂好。反正我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我是写一道题涂一个答题卡，写一道题涂一个答题卡。就是我会比如说这个第一大题是选择题，我选择题都做完了以后，然后我就把答题卡拿过来，我就照着那个选择题，比如说什么是 A B C D， 然后我就把 A B C D 涂好。就是做完一个大题我就涂一个，这是我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涂串了或者是涂错了，因为你一旦涂串了或者涂错的话，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机器扫的嘛。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可能你考试的时候父母会跟着去吧，就是父母也可能会等在门口或者是怎么样。如果心疼父母的话，其实可以不用让他们等在门口或者是什么，让他们按点过来接你就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会看到，我记得我妹妹中考的时候，苗小姐中考还是高考的时候，我也有去帮她加油，或者去接送她。然后那个时候也看到很多的家长一直在外面守候，
那个样子看起来很焦急、很难受啊，很心疼，所以能不让家人等就不让家人等。虽然你说了可能也不算，他们焦急的话，他们还是会等。但是你们不要你在里面不要受他的影响啊，就是在里面正常发挥。呃，大概呢，我能够嘱咐大家的差不多就这些。然后我记得往往每年的高考和中考的时候好像都会下雨，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历的中考和高考好像都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再去看别人高考和中考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都会下雨。然后在这边，能够嘱咐大家的就这些了。最后还是那句老话，祝大家可以金榜题名，超常发挥，加油加油！高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以前一个什么电视剧的台词对吧？如果害怕了或者怎么样，就让自己深呼吸，调节一下心情，好好的。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勇敢的去考试，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它就是一场考试而已，是一场你人生必经的一场考试，加油吧大家，祝大家金榜题名，祝大家都有好成绩，能够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要成功啊，加油！